Alright，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这个第三方独立测试机构，就是 Top Tire Review 的这个轮胎测试。就是他们会拿了7款 Ultra High Performance， 就是 UHP 轮胎来进行对比，然后为了让我们可以侧拍，为了让我们可以知道专业的 Tire Engineer 轮胎工程师们是怎么样去测试轮胎，他们用什么方法，他们用什么样的模式，他们用什么样的车辆，用什么样的场地去测试轮胎。所以筛选之后呢，他们就挑选了3款轮胎让我们进行测试。第一个呢就是 Continental 的 Max Contact MC7， 然后第2款轮胎呢就是这个 Michelin Pilot Sport 5， 第3款就是 GT Sport 的 S2 Plus。当然，这3款轮胎呢都是 Ultra High Performance 轮胎。然后我们首先会用这个 BMW 320i 来去测试这个轮胎的 lap time。主要透过这个圈数就可以知道它的 steering precision， 它的 linearity， 就是在转的时候它持续性这个轮子这个转向会不会跟着你去走。因为 wet brake 或者说 wet lap time 呢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非常有参考的轮胎测试方法。从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Bash and let's go。 Alright， so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要把车子开进去这个测试场地。当然，等下我要专心测试，我不会对着镜头讲话，只是给大家知道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轮胎测试场地，他们怎么样去布置这个地方。OK， 这个是 Continental Max Contact MC7， 那个 ESC kicks in， 比我想象中的 intense 很多，因为你要怎么讲？你要顾很多东西啊，然后你真的要去 feel 到每一圈有什么不同，然后这个轮胎的反应是怎样，谁人要转的时候它要跟不要跟。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第1款轮胎嘛，所以我们还要，通常啊，你看你测试东西是这样子的嘛，你一定要有第一个东西做 reference， 然后你再第2个、第3个嘛。所以如果你第一个，怎么讲？我觉得要反复测试，你才可以得到那个 result 啦。Alright，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完了 Continental Max Contact MC7 跟 Michelin Pilot Sport 5。那说实在话 ，Pilot Sport 5真的是遥遥领先。我原本觉得说 OK 啦，都是 UHP 打压，应该好一点点哦，不是好一点点，真的。I mean， 你单独测试你会觉得大家都好，可是你一 back to back 差别不是差一点点，是差很多。因为首先啊，刚才因为轮胎的 grip 可能不够，所以那个 ESC 一直来，然后你会觉得整个 steering 很转，你要它转，它不是很愿意，然后你要怎么讲？你觉得方向盘很紧。不太多那个空间了，可是一换到来 Michelin Pilot Sport 5之后啊，哇 my god， 我的lap time快了1-2秒，你知道吗？快这么多，而且你可以 carry 更多的 speed， 入弯出弯都没有问题，这个我真的很惊讶啦，真的很惊讶，它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在等最后一个轮胎，就是这个应该是 GT Sport S2 Plus，Let's go。Alright， 最后一款要测试的就是 GT Sport 的 S2 Plus 轮胎。那据说这个轮胎啦，如果要跟 Michelin Pilot Sport 5比价钱，它应该大概便宜一个30% 左右。OK， 然后你知道 Continental 跟 Michelin 大概是在那边的那个价钱，所以这个也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市场上多一个不同的选择这样子，然后它在这一条 track， 同一条 track， 同一个测试环境，同一台车子，同一个中央的 sport rim，OK， 同一个家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现是怎样。这个是 GT Sport S2 Plus Go。我觉得 grip， Oh my god， 怎么会比conti好？Normally 是做3圈吧，但是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不相信它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要
试多一圈，去到完。哇！刚才试完了这个 GT Sport S2 Plus 轮胎之后啊，让我大开眼界。因为你就心想啊 ，Continental、Michelin 跟 GT 怎样来讲，你知道吗？它可能第二 ，OK， 或者它排第三都是很合理的。可是事实上，真的是它可以 carry 那个 lap time。当然，其他的参数我们不知道啦，我要等那个轮胎的那个 Top Tire 的 review 的 result。我才可以知道是这样子。有意思就是刚才我问他们测试长，其实这一款 GT Sport S2 Plus 啊，它是 for 欧洲或者澳洲市场的啦，就是它不是针对我们市场的这样子因为它可以给同样的 performance， 但是价钱便宜很多。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测试到这个电动车的轮胎，就是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电动车的轮胎跟传统汽油车的轮胎会有一个分别。那分别是什么？那厂商在选择轮胎的时候，他们的考量又是什么？这场 UHB 轮胎的实地测试结果表示呢，3款轮胎在性能上互有胜负，没有一款能够完全主导所有的指标。首先，在最关键的湿地制动表现上呢 ，Michelin Pilot Sport 5以 28.3 公尺的刹停距离位居第一，表现比基准轮胎优异了 5%。那 GT Sport S2 Plus 呢，以 29.7 公尺排在第二，而 Continental Max 款在 MC7 则需要 31.7 公尺，在刹车效能上稍微垫底。那在抗水滑就是 Aquaplaning 的测试当中，情况出现逆转。GT Sport S2 Plus 展现出极佳的安全性，在失去抓地力的临界时速高达 81.1 km/h， 比另外2款对手足足高出了5个 km/h 的安全余裕。相比较之下 ，Michelin 跟 Continental 则同样在 75.9 km/h 的时候达到极限。总结来说 ，Michelin 在湿地刹停上拔得头筹，而 GT 在应付积水路面的排水安全上表现最为出色。三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各个品牌在性能取向上的不同侧重。Alright,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今天要来测试的就是 Tesla Model 3的这个 Original Equipment Tires， 就是 OE 轮胎。然后这个 Top Tire Review 他们就找来了这个Turanza T005 EV， 还有之前的 OE 就是 Michelin E Primacy， 还有这个最新的 GT Control P10 轮胎这3款，所以今天一样是测4个主要大家会关心的东西，就是 dry braking、dry handling、wet braking 跟 wet handling。到等下5点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看看他们的表现等等是如何。所以现在是他们在做一个 demo， 告诉我们要怎样子去 brake distance 是多少这样子啦。Alright，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 con， 这个桩筒就是在这边开始 brake。OK， 然后再来看它的那个braking distance。Alright， 这个 dry braking 是一个objective test 啦，就是想说我们坐在副驾驶座，他们 test 然后我们看成绩这样子，就不是昨天那个 subjective test。然后要怎么样测呢？就是要开到时速100 km/h 的时候 brake，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你很难算到准又100，可能有时候你开105、101、102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机器，一个这个 data logger， 这个 data log 来帮你去扣掉多余的，然后再算出来你的到底真正的刹车距离。2、3 brake。OK， 这个 data logger 这边就会显示它用了多长的时间，什么等等 ，right？ 一般的 OE 原厂轮胎他们都会针对这个 dry handling 去打造，因为大部分的顾客去到车商里面试车的时候，都是以这个 dry handling 作为衡量那台车子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就感受一下这一条轮胎的这个 dry handling。OK， go。车重那个 body roll。
Alright, so 刚才的那个表现呢，肯定是不能够跟昨天比，因为昨天我们测的是 UHB， 就是 Ultra High Performance Staria， 就是方方面面都拉到很高，然后它都是一个怎么讲比较贵的轮胎啦。那这个是今天测的是 EV Tires， 就是 EV Dedicated， 专门为电动车设计的轮胎，所以它的侧重点跟 UHB Tire 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原厂电动车要测试的时候，他们都会要去做测试嘛，像 NEDC 标准啊、CLTC 标准或者是 WLTP 标准，所以轮胎的 Rolling Resistance滚动阻力，还有它的 durability 耐用性等等是首先的考量。至于dry braking、dry handling、wet braking、wet handling 只是一个加分题，有当然最好，但首先呢就是它要能够给你足够的 mileage， 然后再来它要给你这个基本的抓地力。基本的刹车能力，当然噪音也是一个重点啦。当然，因为今天他们测试噪音是在 laboratory 里面，在实验室里面测，等下才会 show 我们的一个成绩。So among 这么多的这个测试啊，我们知道 wet handling 其实是对于所有的轮胎最大的一个考验，因为这个 handling 它包含了加速、减速、入弯、出弯，包括了 aquaplaning。一般人买车的时候可能不 care， 但是实际上遇到倾盆大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这个疏导方式，你才会发现这个疏导用时方恨少。所以我们就来先循序渐进的去体验这一款轮胎。首先就是目前的这个 OE 轮胎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EV 加速。OK， 第二款 Michelin E Primacy Go。这一次的测试活动最后一款轮胎 GT Control P10。OK， 我已经测试完了3款 Tesla Model 3的 OE 轮胎，前 OE 或者是现任 OE 啦。那就像 Tire Engineer 说的，一般上这种 dry handling 或者 dry braking 它们的差别是很小的。因为你拿最顶级的轮胎跟最烂的轮胎来比相差可能也是1秒里面的事情。那当然 wet 的话会更大 ，UHB 的话差异会更大，因为这种大家就是他们的门面，你知道吗？就大家认识那台车子，大家试驾那个车子就是用这个原厂的 OE 轮胎去测试。虽然刚才你讲 handling 的话，肯定这个Michelin 是排在头位啦。然后 GT 的话，它可以 handle 更多的 speed。然后这个Turanza EV 的话呢，它就是我觉得它的 steering 转向会比较准一点，可能滑纹块的关系啦，所以你会觉得蹬音比较容易。但是相对来讲，它可能 carry 到没有这么多 speed 这样子啦。因为这 EV 轮胎很难的因为它的重点，我觉得大部分人买 EV 轮胎，他们关注的点就是舒不舒服、噪音吵不吵，然后它耐不耐用，里程不可以走很远这样子啦。Alright， 说时迟那时快，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轮胎测试影片。侧拍我们这2天就完成了很多个项目，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 Top Tire Review 的这个总结是这样子，就这3款轮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ire Engineer 他们怎么样去为一个轮胎做评价。那这一场 Tesla Model 3的 OE 原配轮胎测试呢，尺寸是 235/45R18。首先我们来看 Dry Braking。那这是 Michelin E Primacy 的主场，它以39.37公尺最先停稳，展现出在干地制动上的扎实优势。当换到了 Wet Braking 的时候呢，这个原厂认证的 GT Control P10 就跑出了32.73公尺的亮眼成绩，比另外2款轮胎缩短了2公尺以上的距离，在雨天能够提供最直接的安全感。再来就是对电动车续航至关重要的 Rolling Resistance 滚动阻力。GT 跟 Bridgestone 在这项表现比较好，数据分别是 5.5 跟 6.2， 明显优于 Michelin 的 7.0。 所以这代表说，如果你很在意电耗的话，这2款原厂认证的轮胎会比 Michelin 更加的省电。最后就是 Interior Noise 车内的静肃性。那数据上显示呢， Michelin 在低频噪音控制上确实是比较出色，无论是在时速60还是100公里，它的 dB 值都是3者之间最低的。那 Bridgestone 就紧随其后但是在数据上还是大升了一点。
GD 在高速的时候噪音抑制能力相对吃力一些。当然啊，这边要补充一点，影响轮胎传到车厢里面的噪音不只是轮胎本身，它也关系到这个轮圈。打个比方啊，如果你用的是铁圈，就是所谓的 steel rim，它会比 aluminium 铝合金轮圈产生更大的噪音，所以我们在看一个这个 cabin noise 的时候，你要综合考量轮胎、轮圈，还有当然尺寸本身也是会有影响。但总结这3款轮胎的数据表现啊 ，Michelin E Primacy 在干地刹车最稳，座舱最安静，但电耗表现是它的硬伤。再来 GT Control P10 呢，湿地刹车能力极强，而且滚动阻力最低，最省电。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EV 呢，它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没有拿到第1名的项目，但是在续航表现优于 Michelin。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集的，因为我们过去介绍车子你知道吗？就是车子对比等等，所以相信大家现在想要懂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也尽可能的给大家更多方面、更多视角、更多维度的这个试驾内容 ，OK， 测试内容这样子。所以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Let's go。